假如你在刷牙、洗碗、洗脸这种短时间、低强度的弯腰姿势时就会腰酸，那你的腰啊已经在健康的临界点喽。很多人因为对脊椎结构的不了解，常常都会做一些伤害脊椎的事情，自己都不知道。腰啊又是脊椎伤害的重灾区。这部影片我要让你知道腰特别容易受伤的原因，还有要怎么样放松腰旁边紧绷的肌肉和筋膜。最后再帮你的腰椎上一层防护罩，让你到80、90岁都还可以活蹦乱跳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sie。我们的脊椎啊是一块一块的脊椎骨拼起来的，这些骨头中间有洞，洞里面会有黄黄的脊髓穿过。大脑就是靠这条脊髓和身体连接，每一块脊椎骨中间啊都有一个避震用的水球，叫做椎间盘。椎间盘的构造啊像是一个被网子包住的水球，外面那个网子叫纤维环。当我们在做像刷牙这种日常弯腰的动作时，如果腰会酸痛，主要原因啊除了肌肉的紧绷和疲劳，更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纤维环开始变形退化了。那你会不会有个疑问啊？脊椎既然有负责保护脊髓这么重要的任务，那它应该要很坚固啊，为什么椎间盘却会这么容易变形呢？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，我想先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关节均压。假设啊，我把椎间盘的横切面简单分成前后左右4个区域，给它100的压力，平均分配。每个区域啊，就是承受25的压力，这样区域之间的压力差就是0。假如压力前大后小不平均，前侧承受40的压力，后侧就是承受10的压力。这么一来，前后的压力差距就从原本的0上升到30了。这个压力差啊，如果没有被释放，就会不断的累积在椎间盘上。那还记得我刚刚说过，椎间盘的构造像是一个被网子包住的水球吧？压力如果前大后小，水球里面的水就会产生一个横向的压力，把里面的水往后挤到纤维环上。我们的纤维环其实非常强韧，正常来讲不会轻易受伤的。但是滴水穿石，只要压力累积得够久，纤维环也会开始有微小的撕裂伤。这个撕裂伤只要延伸到外围，神经就会感受到这种横向的压力，而这种感觉就是你弯腰会腰酸的主要原因。现在再来回答刚刚那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脊椎椎间盘却这么容易出问题呢？其实原因还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形态。我们常常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，脊椎的构造来不及适应这样的生活模式。像刚刚说的那个压力前大后小的例子，就是稍微前倾驼背的坐姿。如果每天都要这样做好几个小时，而且这些压力没有被释放，经年累月叠加起来，椎间盘就会往后变形。变形的初期，纤维环会先被撕裂一点点，随着压力的累积，纤维环的撕裂伤也会跟着一起累积。只要超过临界点，这网子最后就会破掉，水球里面的水就流出来了。到了这个阶段，除了开刀就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不过也不用过度担心，当我们了解关节均压的原理之后，就可以知道，只要让腰椎前后左右这4个方向之间的压力接近，并且经常变换姿势，释放关节压力，就能保护纤维环，同时也能从根本上解决绝大多数腰酸的问题了。假如你在弯腰刷牙的2分钟内就会腰酸的话，就表示你的腰椎已经在受伤的边缘了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同样的，牙齿健康我们也应该重视，像是蛀牙、牙龈发炎、口臭，很多都是因为刷牙没有刷干净导致的。所以选择一支好的电动牙刷就非常关键。我想推荐给你们我正在用的 Antix X7 声波电动牙刷。我最喜欢这支电动牙刷，就是因为它超强大的电池。现在每天都有很多电子产品需要充电，不知不觉都患上了电量焦虑。X7 充一次电竟然可以用120天，我再也不用因为早上起来发现牙刷没电而着急了。当然啦，你们最关心的一定还是它的清洁力。X7 有每分钟震动35280次的磁悬浮马达，美国杜邦软刷头，让我每次刷完牙之后都感觉牙齿表面非常光滑，牙缝中也干干净净。它也有珍珠磨砂的手感，非常有质感，还采用了曲线设计，用起来很舒服，很好看。精美的外盒让它自用送礼都很适合哦。30天使用不满意可以退款，2年内故障免费换新，就凭这点就可以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，放心买。
那是不是说只要调整姿势，让压力平均，而且每天释放累积的压力，就能解决腰酸的问题了呢？其实我们距离健康的腰椎还有最后一步，这一步啊，就是包裹在腰椎周围的核心肌群。关于核心肌群的详细知识，我之后会再做好几部影片来告诉你它有多重要。现在你只要知道，强壮的核心肌群就能让纤维环受伤的临界点提高。举例来说，假设我弯腰坐着10个小时会椎间盘突出，那核心强壮的人就可以做到15个小时才椎间盘突出。反过来说，核心没有力气的人，可能坐着1个小时就椎间盘突出了。接下来我要带你释放腰椎的压力，强化核心，帮你的腰椎上一层防护罩，让你到80、90岁都还可以活蹦乱跳哦。第一个放松动作，腰椎松动术。一开始趴着，把右边的膝盖打开一点点到30度的位置，两手放在耳朵旁边，用手把上半身撑起来，左手慢慢伸直，身体往左边转，来回2到3次。这动作正常来说不会感觉到痛，只要腰椎有轻轻的被活动到就好，不要转太多。脚弯曲到40度，再做一次，50度、60度都一样，一直做到90度。这动作也可以顺便伸展到髋关节。如果你撑起来有腰被电到的感觉，或是屁股、脚会有麻刺的人，就先不要做这个动作哦，因为这表示你的椎间盘突出的蛮严重了，要快点去骨科或复健科就医进行积极治疗。第二个放松动作，腰方肌与竖脊肌的放松。平躺，2只脚弯起，在脊椎旁边拱腰的时候，能摸到一条很粗凸起来的肌肉，这就是竖脊肌。把按摩球放在那条肌肉上，左右滚动，一个部位滚动20到30下，等到不太会酸痛之后，再往下找点，左右1次算1组，一天做3组。接着往外侧移动一点，我们要找到刚刚竖脊肌的边缘，腰方肌。把按摩球放在腰方肌上，找到酸痛点后，左右滚动。如果太酸或是太刺激的话，可以把球按压住之后，脚慢慢抬起，慢慢放下。或者直接压住那个点，身体左右的侧移，拉动腰方肌，一个部位20到30下，左右1次算1组，一天做3组。第一个运动，前侧核心张力提升，躺着，一脚伸直，一脚弯曲，把手掌插在腰的后面，屁股抬高，让腰椎一节一节放下来，让下背紧紧压住自己的手，确保腰椎不会前拱。接着下巴微微缩紧，腹部出力，把胸口抬高一点点，让背部离开地面就好，停留10秒。回去，反复10次。这动作脖子不要抬得太高，不然会给颈椎造成太大的压力。背部只要抬高到肩胛骨下就好。下半身只弯曲1只脚，可以训练核心在旋转面的稳定性，是一个比死虫式还要安全的核心运动哦。10次之后换边，再做10次。第二个动作是侧棒式。一开始侧躺，手肘放在肩关节下方90度的位置，把身体撑起来，脚弯起来，膝盖顶地板，把屁股推起来，
停留10秒，反复10次，一天做3组。在做这动作的时候，不要驼背，身体脊椎呈现一直线，屁股不要下坠。这动作可以训练到臀中肌和核心稳定。每个人两边的核心力量正常来说不会对等。如果你有感觉到哪一边有明显没力，比较弱的那一边可以多练一组，让两边力量对称。腰椎和臀部要呈现一直线，不要下坠，也不要耸肩哦。第3个运动，鸟狗稳定训练。4足跪姿，膝盖在髋关节的正下方，手腕在手肘的正下方，脚踝放轻松。先拱背，然后翘屁股，再回到中间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骨盆的中立位。核心收紧，把右脚往后延伸，离地板大概2个拳头的高度，停留10秒。慢慢大腿弯曲回来到接近肚脐，接着再慢慢往后延伸，再停留10秒，反复10次，一天两边都要做3组。熟悉脚的动作之后，可以增加难度，多一个把手抬高的动作，不同手不同脚。在抬高的时候，身体会歪掉，我们就是要用肚子的力量把身体稳住，抵抗它，不要偏移。伸出去那只手握拳，可以增加背部的张力。张到最开的时候，腰不要掉下来，用肚子的力量把身体稳定住，不要歪，停留10秒。然后手跟大腿一起缩回来到肚脐上。注意这时候不要弯腰哦。hold 住你的腰，这个动作可以让你全身的核心都很有感觉的被练到。停留10秒，反复10次，一天做3组。今天这部影片你学到了弯腰腰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纤维环撕裂伤。而要保护纤维环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保持关节均压和经常变换姿势，释放压力。还学到了3个保护腰椎的核心强化运动，希望这些知识能帮你的腰椎保持健康。我以前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时候，就碰到自己的颈椎椎间盘突出，所以我很能理解那种动一下就被电一下的感觉。别人叫我的时候啊，我都要先想一下要怎么样动啊才不会痛，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慢半拍，而且动作啊很像机器人，日常生活真的受到很大的影响。还有那时候啊，在复健科工作，可以拜托同事啊帮我徒手治疗，自己再多做一些复健运动，大概1到2个礼拜就好的差不多了。可是那1到2个礼拜真的让我痛到有心理阴影耶。直到现在，我有事没事啊都会训练一下我的颈椎，它也就没有再复发了。会讲这个故事的原因啊，是因为有很多病人跟我说过，他们已经认定啊这些腰痛、脖子痛要跟着他们一辈子了。但其实不是，我想让大家知道，有些关节的问题啊，只要让它回到均压，即使结构的问题还没解决，也可以恢复到不影响生活的状态。最后，喜欢我在用这款牙刷的话，评论区里会给大家提供我专属的20% 的优惠券，也可以和其他折扣一起使用，不要忘记喽。那以上就是本部影片所有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有学到东西，按个赞让我知道，也可以分享这部影片给你身边那些刷牙会腰酸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